想打我，只怕你们没这个本事。你不在柴房待着，跑出来做什么？这里也是你能来的地方。谁知道他又打什么鬼主意？多半是听说文杰中了状元，心里嫉妒，想过来耍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。婉晨哥哥，你也来为我庆贺吗？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，可科举之事自有天定，你也别太难过。以后我入了官场，定会照拂你的。苏婉晨，你疯了！竟敢当众打文杰！苏婉晨，文杰好心好意敬你酒，你就算嫉妒他高中，也不该这般丧心病狂。文杰可是未来的翰林院修建，你一个连乡试都差点没过的废物，也敢动他？还不跪下给文杰赔罪？跪下？前世我给你们跪的还少吗？从今日起，我苏婉晨再也不会向任何人低头。倒是你们，迟早有跪着求我的那天。苏文杰，你做过什么亏心事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想抢我的状元，想占我的前程，你做梦！你都知道了，就算知道又如何？苏家人信的是我，不是你，你斗不过我的。好了好了，都是兄弟，有话好好说。婉晨，你心里有气，母亲知道。这样，你把这杯酒喝了，给文杰赔个不是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苏婉晨，你简直无法无天！母亲好心给你台阶下，你就是这般报答养育之恩的？养育之恩，他生而不养，弃我于慈幼局。苏家8年，我住柴房吃剩饭，每月500文月钱都要被克扣，这也叫养育？反了，真是反了！我看你是存心要气死我！来人，上家法！我今日非要打死这个逆子不可！你敢？苏建成，你有什么资格对我动家法？就凭我是你爹，是我给了你这条命！你弃我于前，欺我于后，你这样的人不配为父。我敬你血脉一场，今日不与你动手。古人割袍断义，今日我苏婉晨便与苏家断绝亲缘。苏家的荣华富贵我不稀罕，苏家的恩恩怨怨我也会一一清算。苏婉晨，我命令你立刻回来跪下认错，否则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进苏府的门。就是，你装什么硬气？离开了苏家，等你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就算跪着回来求我们，也别想我们再收留你。婉晨，你现在年轻气盛，现在回头还来得及，别等以后后悔。父亲、母亲、大姐、二姐，你们别怪婉晨哥，他心里不好受，都怪我不好。要是我没考中状元，哥哥也不会这么生气。前世苏家为了提防偷盗，在柴房安了眼线，事事拿捏。这一世，这些东西反倒成了苏家自食恶果的证据。3日之后的庆功宴，账要慢慢算。前世我听信苏家的话，以为养父母是当年买走我的人牙子。回苏家的8年里，每次来都冷言冷语，伸手要钱。可直到死我才知道，只有这家人是真心待我好。晨儿回来了，快坐，娘给你做你爱吃的红烧肉。今天是你生辰，娘还给你煮了长寿面。不用了，我不饿，我就是来拿点银子。晨儿，你在苏家过得还好吗？他们有没有为难你？我过得好不好不用你们管。当初要不是你们买走我，我怎么会流落在外10几年？这点银子就当是你们欠我的。苏婉晨，你怎么说话呢？
父亲母亲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你回了苏家就翻脸不认人，你知不知道当年？千兰，别说了。晨儿，银子你拿着，别委屈了自己。要是在苏家受了气，就回来，家里永远给你留着饭。晨儿，你怎么来了？是不是苏家又欺负你了？姐姐，晨儿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受委屈了？你跟娘说，娘给你做主。先喝口汤暖暖身子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有父亲在。是不是苏文邪又耍花招了？还是苏家那2个姐姐为难你了？你跟姐姐说，姐姐替你出气。父亲、母亲、姐姐，以前是我混账，听信苏家的谎话，误会了你们，还一次次伤你们的心，我对不起你们。傻孩子，说什么对不起呢？你是我们养大的，我们不信你信谁？苏家不信你，我们信；苏家不要你，我们要。这里永远是你的家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以前的事都过去了，不提了。父亲、母亲、姐姐，以前的债我会讨回来，以前的恩我也会加倍报答。3日后苏家在摘星楼办庆功宴，我要去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好，你想做什么就去做，父亲母亲都支持你。有劳差役大哥回禀谢大人，3日后摘星楼庆功宴，我自会到场。届时所有真相都会大白于天下。父亲母亲，晨儿现在正是难的时候，3日后的庆功宴，苏家定然会仗着人多欺负他，咱们也该亮亮相，给晨儿撑撑腰了。苏家欺负我儿子这么多年，这笔账也该算了。一个小小的吏部侍郎家也敢这般张狂，3日后咱们就去摘星楼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世家底蕴。父亲、母亲、姐姐，这一世换我来护着你们，我定要让你们风风光光，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们是我苏婉晨最珍贵的家人。苏侍郎，恭喜恭喜啊！府上公子高中状元，真是少年英才，光耀门楣啊！是啊，苏公子不仅才学出众，更是人品端方，将来入了翰林院，前途不可限量。咱们云城苏家怕是要更上一层楼了。世伯谬赞了，晚生不过是侥幸得中，日后还要靠各位世伯多多提携。文杰这孩子就是太谦虚了，他自小刻苦读书，今日的成绩都是他应得的。各位大人抬爱了，文杰是我们苏家的骄傲，只盼他日后入朝为官，能为国效力，不辜负圣上的恩宠。哼，那是自然。我弟弟可是状元郎，将来必定是要当大官的，不像某些人读了10几年书，连个进士都考不上。苏二小姐说的是府上的大公子吗？听闻苏大公子也是自幼读书，怎么今日庆功宴不见他露面？我那弟弟前些日子偷拿府中财物，已经被父亲禁足了。今日是文杰的好日子，没必要替他扫了大家的兴。什么偷拿财物？我看他就是嫉妒文杰，自己没本事考中，就天天在家里搅事儿，简直就是苏家的累赘。要我说，早就该把他赶出府去，省得丢我们苏家的人。罢了，都是我没教好他。等文杰稳定下来，我给他寻个差事，也算尽了做母亲的心意。大姐、二姐、母亲，你们别这么说婉晨哥哥，他只是一时糊涂，本性不坏的，说不定他今天也会来给我道贺呢。他来做什么？来蹭吃蹭喝，还是来给你添堵？他要是敢来，我第一个把他赶出去。苏婉晨，谁让你进来的？今日是文杰的庆功宴，你也敢来捣乱，还不快滚出去！苏婉晨，你不在府里好好反省，跑到这里来做什么？我警告你，别在这里胡言乱语，丢苏家的脸。你
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赶紧滚，不然我叫人把你打出去！苏文杰怕是还以为我像前世一样怯懦，今日就让他好好开开眼。我为何不能来？今日这庆功宴，庆的是新科状元，我这状元不来，这宴庆得起来吗？苏婉晨，你疯了！状元之名也是你能随口冒认的？我看你是读书读傻了，我看你是存心来捣乱的。苏婉晨，我知道你嫉妒文景，可科举功名岂是儿戏？苏家待你不薄，我劝你现在立刻道歉认错，滚回府里去，我还能替你求个情，从轻发落。逆子，你给我滚出去！再敢胡言乱语，我打断你的腿！婉晨，母亲知道你心里不好受，你听母亲的话，先回去，等过几日气消了，母亲再给你安排差事啊。婉晨哥哥，我知道你寒窗苦读多年，没能高中，心里难受，可你也不能当众说这种话呀。这大公子也太不懂事了，自己没本事还嫉妒弟弟，真是上不得台面。是啊，苏二公子这般宽容大度，他反倒咄咄逼人，难怪苏侍郎不喜欢他。嫉妒？我为何要嫉妒一个偷来的状元？大姐口口声声说苏家待我不薄，我倒想问问苏家是怎么待我的。苏家供你吃穿，供你读书，每月给你10两月例银子，8年下来也有近1000两，难道这还不算待你好？就是，寻常百姓家1年也花不了10两银子，你1个月就有10两，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我看你就是贪得无厌。10两月例，我在苏家8年，每月月例从来只有500，多一个铜板都没见过。剩下的9两半银子去哪儿了？你心里不清楚？你胡说八道！府中账目清清楚楚，每月都是按时拨给你的，怎会只有500文？我看你是自己挥霍光了，反过来污蔑府中。是吗？那要不要把管账的刘先生叫来，当面对证？胡说八道！文杰才不会贪你的银子，明明是你自己手脚不干净，偷拿府里的钱，现在反倒倒打一耙。好了好了，不就是几两银子的事儿吗？婉晨，你要是缺钱，跟母亲说就是了，何必编这种谎话污蔑文杰？几两银子，在你眼里，8年的苛待，就只是几两银子的事。苏文杰锦衣玉食，穿的是绫罗绸缎，用的是端砚灰墨。我住柴房，穿粗布，连买笔墨的钱都要省。同样是苏家的儿子，差别这般大，你们也敢说待我不薄？那也是你自己不争气。文杰天资聪颖，品行端正，自然该用好的。你顽劣不堪，品行低劣，给你口吃的就不错了。好，既然你们说我品行低劣，那咱们就一件件说清楚。3年前同生试，我考了府学头名，最后却只去了县学。二姐，你敢说跟你没关系吗？你胡说什么啊？同生试的名次是学政大人定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自己考得不好，就怪别人，我看你是疯了。我考得不好，当年府学张榜第1名赫然写着苏婉晨3个字，不少同窗都亲眼所见。可最后下发的文书却把我的名字换成了苏文杰，我被降去了县学。二姐，你敢说这不是你买通学政，偷偷改了文书？二姐，这次同生试，苏婉晨考了府学头名，以后父亲母亲和大姐眼里，怕是就只有他这个亲儿子了。他敢？一个外面回来的也配跟你抢？文杰，你放心，二姐替你做主，府学的名额必须是你的。你去找学政衙门的王师爷，就说把苏婉晨的府学名额换到文杰名下，再把他打发到县学。二小姐放心，老奴这就去办，保证神不知鬼不觉。二姐，你对我太好了，要是没有你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傻孩子，跟二姐客气什么？你才是我们苏家的骄傲，那个苏婉晨怎么配跟你比？有本事你拿出证据来，空口白牙的污蔑我，谁不会？证据？当年经办此事的王师爷，现在就在京郊的庄子上，要不要我让人把他请来，当面对质？还有当年的府学榜单，我也托人抄述了一份，字迹清晰，名次分明，要不要当众拿出来，给各位大人看看？
苏婉晨，你为了污蔑文杰和你二姐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就是，若灿一个深闺女子，怎么会认识学政衙门的人？婉晨，你就算再嫉妒文杰，也不能这么编排你二姐啊！她可是你的亲姐姐。逆子！你二姐是什么样的人，我还不清楚。她温柔善良，怎么会做这种事？我看你就是存心来捣乱的。来人，把她给我赶出去！我看谁敢！今日我既然赶来，就没打算轻易走。你们想掩盖真相，也要问问在场的诸位大人答不答应。苏侍郎，稍安勿躁。既然大公子说有证据，不如拿出来看看，也好还二小姐和二公子一个清白。是啊，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若是真的没做过，也不怕对质嘛。婉晨哥哥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可二姐也是为了我好。这样，我这状元之名让给你就是了，别为难二姐。让给我？苏文杰，这状元本就是我，何来让一说？除了同生氏名额，还有2年前的国子监举荐信。那封信被人撕成碎片扔在柴房门口。二姐，这事你也敢说不知情？国子监推荐信被人撕成碎片，这事你也敢说不知情？父亲、母亲、大姐、二姐，我拿到国子监的举荐信了。国子监？你一个现学的学生，怎么可能拿到举荐信？怕不是被骗了？就算是真的又如何？国子监花费那么大，家里哪有多余的银子供你去？你安分点儿，别总想着这些不切实际的，好好读你的书，将来能中个秀才就算不错了。婉晨哥哥真厉害，不过国子监都是世家子弟，你去了怕是也跟不上，还不如把机会让给更需要的人呢。苏文杰，你干什么？哎呀，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手滑了。苏婉晨，你喊什么？不就是一张破纸吗？这是国子监的举荐信，是我辛辛苦苦换来的。他撕了我的前程，你们就不管吗？撕了就撕了，本来你去了也没用。文杰是无心之失，你何必不依不饶？逆子！我看你是越来越没规矩了，跪下给文杰赔罪。没错，跪下认错。什么时候想通了，什么时候再起来。那封举荐信是我凭本事换来的。苏文杰说撕就撕，你们口口声声说我品行低劣，可真正恶毒的人到底是谁？那又如何？再说了，你就算去了国子监，也考不中进士，纯粹是浪费银子。没错，一点小事就斤斤计较，成何体统？在你们眼里，我的前程、我的尊严都是小事。同样是苏家的孩子，你们的心未免偏得太离谱。文杰懂事孝顺，才学出众，自然值得我们疼爱。你顽劣不堪，处处惹事，我们如何疼你？我顽劣不堪，这些年府里丢的珍宝少的银两，还不都是听苏文杰一面之词算在了我头上？文杰他锦衣玉食，什么都不缺，怎么会做这种事？分明就是你偷的，还想抵赖！逆子！现在反咬一口，我可是真的活腻了。殿试主考官、内阁大学士谢运到。重头戏终于要开场了。谢大人，您能莅临小儿的庆功宴，下官有失远迎，还望大人恕罪。学生苏文杰见过谢大人。苏侍郎客气了，新科状元是国之栋梁，老夫身为殿试主考官，自当前来道贺。只是老夫今日前来，还有一事要与苏文杰公子核实。学生定知无不言。老夫阅卷之时，对榜首的文章印象极深，文风犀利，见解独到。可奇怪的是，翰林院报备的状元人选与老夫记忆中的名字似乎有些出入。老夫今日前来，就是想确认一下殿试考卷之上的笔记是否真的出自公子之手。大人说笑了，状元之名乃是皇榜公示，文杰自幼苦读，文章一向出色，这榜首之位实至名归。就是啊，大人绝对不会有错的。大人若是不信，学生可以当场默写一段殿试文章，以证清白。且慢！苏婉晨，你别在这里胡言乱语，惹怒了谢大人，你担待不起。学生苏婉晨见过谢大人。大人方才说对榜首文章印象深刻，学生也有疑问。殿试测问第3题问的是西北屯田之策，
不知大人可还记得榜首文章中提出的核心之策是什么？榜首提出兵农合一，屯守兼备，以卫所军户为基础，闲时耕种，战时出征，辅以水利兴修与两种推广，可解西北军粮之困，见解独到，切中要害。老夫至今记忆犹新。大人好记性。那学生再问，文章末尾，学生曾化用一句前朝诗文，不知大人可还记得是哪一句？哦，你且说说看。良田万顷，不如良将千员；仓廪充实，不如民心安定，是前朝范文正公的名句。不知学生说的对与不对？不错，正是这句。你能记得如此清楚，可见对这篇文章熟稔于心。大人，这说明不了什么。就是他们兄弟二人平日里常在一起读书，他听过文杰的文章，不足为奇。是吗，苏文杰？既然你说文章是你写的，那你说说，除了这句，策论里还提到了哪3处水利改良之法？你故意刁难人，谁写文章会记这些细枝末节？苏公子，这些都是策论的核心论据，怎会是细枝末节？你既是文章作者，为何答不上来？大人，学生有证据，能证明殿试榜首的文章是学生所写。苏文杰的状元之名，乃是舞弊顶替而来。苏万辰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当众污蔑新科状元，污蔑朝廷科举！谢大人，这孩子疯了，您别听他胡言乱语。谢大人，我弟弟嫉妒文杰高中，才口出狂言。科举取士何等严谨，怎么可能有顶替之事？苏万辰，我看你是极度的失心疯了！哎呀，大人恕罪，妾身这就把他带回去，严加管教。停！科举乃国之重事，容不得半分含糊。既然苏公子说有证据，那就拿出来看看。大人明鉴，学生有2样证据，足以证明一切。第一样，便是学生殿试前夜写下的草稿，上面笔记内容与考卷完全一致。这笔记与考卷上的笔记如出一辙，文风也完全吻合，连几处修改的痕迹都对应得上。苏公子，这草稿当真是你所写？学生不敢欺瞒大人，学生在柴房苦读多年，每篇文章都会反复修改邓写。这篇策论，学生前后改了7稿，每一稿都有留存。假的，这都是他故意模仿我的笔记写的。谢大人，您别信他，他就是嫉妒我，想毁了我的前程。模仿笔记，好，就算笔记能模仿，那殿试考卷上学生在卷角留下的特殊记号，总不会也是模仿的吧？哦，什么记号？学生答题时不慎将墨水滴在了考卷第2页的右下角，学生便顺着墨痕画了一小枝梅花。大人若是不信，可派人去礼部取来考卷，当场查验。快，立刻去礼部取殿试考卷，要苏文杰的那一份。是。文杰，你别怕，真金不怕火炼，你是凭真本事考中的，还怕他查验不成？就是，查就查，等查出是假的，看他怎么收场。别急，等考卷来了，一切就都清楚了。在这之前，不如先看看苏家给状元郎准备的贺礼，也让大家开开眼。诸位，今日既是文杰的庆功宴，我们做父母兄长的也给他准备了几份薄礼，算是给他的贺礼。这方端砚是前朝名家所制，价值1000金，赠与文杰，助他日后为官助文。这枚杨李玉牌是祖传之物，佩戴可保平安，也象征我苏家嫡子身份。这是城南的一处3进别院，带花园和书房，环境清幽，适合文杰读书做客。大人，考卷取来了。苏文杰，考卷第2页右下角确实有墨梅记号，你告诉老夫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谢大人，区区一个墨痕而已，说明不了什么，不过是考生寻常标记，怎能当舞弊凭证？大人明察，我弟弟文杰自幼饱读诗书，殿试文章一气呵成，怎会有假？定是有人存心陷害。休得聒噪！老夫奉旨核查科场舞弊，行事自有法度，岂容尔等信口雌黄？老夫已命人比对过笔记，二者运笔习惯、笔锋走势、收笔顿挫完全一致，单凭笔记便可判定这份策论出自苏婉臣之手。笔记可以模仿，
大人怎能单凭笔迹就定案？这太过草率了。哼，模仿？那老夫再请个人证出来，看你还有何话说。传陈主簿。苏文杰，这位陈主簿你应该不陌生。殿试前夜，你可是塞了他500两银子，让他调换考卷的。陈主簿，事到如今，把你知道的从实招来，若有半句虚言，本官定当严惩不贷，连坐你的家人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是苏文杰给了小人500两白银，让小人在收卷时调换他和苏婉晨公子的考卷姓名封条。你胡说！分明是你收了别人的好处，反咬一口。我苏家何曾与你有过往来？你到底收了苏婉晨多少银子？竟敢在这里栽赃陷害！信不信我苏家让你在京城永无立足之地，连你的妻儿都跟着遭殃？大人，这是苏家给小人的银票存根，票号可查。小人不敢欺瞒大人，苏家二小姐还许诺事后再给小人300两，让小人守口如瓶。大姐，你不是说这是万无一失吗？现在怎么办？慌什么？把事儿都推到他身上，就说是他勒索你从没答应过。这是殿试存档的原始考卷，上面有圣上的朱批御览印记。原本的姓名封贴被人刮改重贴，痕迹虽浅，但经翰林院与礼部共同核验，刮改前的名字正是苏婉晨。谢大人，即便考卷有差池，也定是这陈主簿勒索小儿不成，联合外人设计陷害，求大人明察，还小儿清白。怎么，敢做不敢认？除了殿试舞弊，3年前同生试调换名额，2年前私毁国子监举荐信，府中失窃栽赃陷害，桩桩件件，你们还要我一件件拆穿吗？逆子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好一个书香门第，好一个苏家，竟敢在天子脚下科举上动手脚！谢大人，礼部尚书大人有令，本科殿试舞弊一案，事关朝廷取士大典，尚书大人已奏请圣上，由礼部亲自主审此案，一应人证物证案卷急速移交礼部，命谢大人即刻返回复命，不必再行核查。知道了，告诉尚书大人，案卷稍后便会移交礼部。今日证据确凿，舞弊之事绝非虚言。礼部接手后，老夫也会将今日核验结果如实上报，绝不会让真凶逍遥法外。有劳谢大人，公道自在人心，晚臣相信朝廷定会给个说法。诸位也听到了，此案由礼部尚书亲审，是非曲直自有公论。在定论之前，谁也不能给我儿扣上舞弊的帽子。苏婉晨，你伪造证据污蔑朝廷命官子弟，这事儿还没完。等尚书大人查明真相，定要治你个诬告之罪。怎么不继续蹦跶了？礼部尚书亲自审案，你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假证据可蒙混不过去。就是，到时候别说状元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踏入科举考场，苏家可就不容你了。这些东西，我苏婉晨不稀罕。你说什么？苏婉晨，别给脸不要脸！你就算是中了状元，那也是苏家人。哼，当年你们把我扔在慈幼局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是苏家？我住柴房吃剩饭，被你们苛待8年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是苏家人？我最该感谢的人，是我的养父顾江河、养母王金枝，还有我的养姐顾千兰。他们与我无半分血缘，却给了我全部的温暖，是我真正的家人。陈儿，你胡说什么？我们才是你的亲生父母。那顾家不过是市井小民，怎么配和我们苏家比？你可别犯糊涂。等礼部定了案，文杰还是状元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就是，你不是自称状元郎吗？哪有认市井小民做家人的道理？传出去，别人要笑掉大牙的。你们嫌他们市井粗俗，他们比你们这些冷血的血脉至亲尊贵1000倍万倍。亲生父母你不认，反倒去认市井小民，你就不怕被天下人戳脊梁骨，说你不孝吗？孝，父慈子孝，先有父慈，才有子孝。3日前，在苏府大门外，我父亲亲手用木杖打断我肩头骨头。我母亲亲口承认，当年弃我于慈幼局，2位姐姐对我拳脚相加，
将我逐出家门。当日我便说过，我苏婉晨与苏家断绝亲缘，苏家的荣华富贵，我不稀罕；苏家的恩恩怨怨，我也会一一清算。苏婉晨，没有苏家撑腰，就算你是新科状元，也在京城里寸步难行。就是，官场上面没人脉，你根本站不住脚。你可想清楚了，真要跟苏家断绝关系，以后你就算求我们也没有门路了。求你们，这辈子都不可能。倒是你们，舞弊案的后续，苛待亲儿的名声，好好想想怎么收场吧。好，好得很，真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。苏婉晨，你别以为中了状元就能无法无天。苏家在吏部、翰林院都有熟人，礼部尚书更是与我们交好。我们想让你身败名裂，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。你最好乖乖跟我们回府，跪下认错，家法伺候完了，这事还有的商量。我看谁敢碰我！姐姐教训弟弟，天经地义。今天我非把你带回府，好好教教你规矩不可。都进来，把这个逆子给我绑回府去。我今天非要好好教训教训他，让他知道什么叫尊卑。我看你们谁敢动我，动我一下，便是冲撞朝廷命官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愣着干什么？他是苏家的儿子，老子教训儿子天经地义。就算是状元，也逃不开宗族家法。给我上，出了事我担着。苏婉晨，你别拿朝廷压我，就算你当了再大的官，我也是你爹。按苏家族规，我就能管教你。没错，我倒要看看是你的状元名头硬，还是孝道礼法、宗族家法大。忤逆不孝的儿子，当爹的就是打死了，也没人能说半个不字。给我抓住这个逆子！今天我就要动用家法，替列祖列宗好好教训他。放他！你忤逆不孝，今天就得受家法。等爹打断你的腿，看你还怎么嘴硬！诸位都听着，这是我苏家的家事，按宗族家法，打死逆子不算违法。今天我就清理门户，谁也拦不住。谁啊？没看见我们苏家在处理家事吗？滚出去！晨儿，没事吧？我听说摘星楼这边闹起来了，就过来看看。姐姐，我没事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市井里开药铺的顾掌柜。怎么？听说你弟弟中了状元，特意过来攀高枝了？我当是什么大人物呢？不就是个卖草药的市井妇人吗？一个抛头露面做买卖的废物，也敢来我们苏家的庆功宴闹事！我劝你赶紧滚出去，免得自讨没趣。苏家的庆功宴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一个舞弊犯的家，也配在摘星楼摆宴庆功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们苏家的事轮得到你一个外人插嘴？我看你是活腻了！我劝你们放尊重点，我的人你们也敢动？你竟敢动手！一个市井泼妇，你敢在我们面前撒野？来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晨儿，别怕，姐在，没人能欺负你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？我是顾千兰，是苏婉晨的姐姐。你们欺负我弟弟，我就管定了。一个卖药的干姐姐也敢充数？我告诉你，苏婉晨是苏家的人，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指手画脚。识相的就赶紧带着你的人滚，不然我们报官。报官？正好，我也想跟官府好好算算，苏家舞弊科取、苛待亲儿、当街行凶，这些账该怎么算？既然今天各位都在，那我就把话说清楚。苏家欠我弟弟，欠我们顾家，今天也该好好算算。千两白银的贺礼，城南别院，苏家倒是大方，只可惜这些东西我弟弟根本不稀罕。不稀罕？你们顾家穷叮当响，一辈子都赚不来一间铺子，现在装什么清高？就是一个市井药铺的掌柜，撑死了几十两银子的身家，看见这些珍宝，怕是眼睛都直了吧？小姑娘家的，安分守制开你的药铺不好吗？非要掺和这些事儿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苏家倒是好大的口气，我倒要问问，苏侍郎是吏部侍郎还是顺天府尹？手伸得这么长，管到商户头上来？哼，老夫虽不管商户，可在这京城地界，想让一间小药铺关门，还不是易如反掌？哦，是吗？那苏侍郎可认得太医院院判李大人，认得户部张侍郎，
还是认得静安侯府的老夫人。你少在这里故弄玄虚，就凭你也认识这些大人物，谁信啊？信不信没关系，你们只需要知道苏家那点人脉，在我眼里根本不够看。还有礼部尚书那边，你们也别抱太大希望。收了你们的银子，能不能替你们把事办成，还不一定。一派胡言！敢在这摘星楼装神弄鬼，我现在就叫人把你抓去官府！抓我去官府，苏侍郎最好先想想，你自己能不能全身而退。诸位都可以看看苏家这些年的亏空账目，侵吞旁支家业，克扣商化货款，私吞族参公产，桩桩件件都写得明明白白。你这些东西是哪来的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们欠我弟弟的，欠顾家，该还我。这些都是假的，是你伪造的，你恶意构陷朝廷命官，我们要告你！是不是假的？交给刑部，交给督察选去查，自然就清楚了。苏侍郎，你说呢？陈儿，我们可为你准备了大礼呢。今日是我弟弟状元及第的好日子，陈年旧账不必急于一时。我备了3份贺礼，恰逢各位宾朋在场，正好做个见证。就你也配给状元郎送贺礼了？几包治风寒的草药，还是2袋粗粮，别拿出来脏了大家的眼。我当你有多大本事，原来也是来攀附的。可惜我弟弟刚正不阿，可不稀罕你那点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小姑娘家家的，非要打肿脸充胖子，真以为拿几张假文书就能冒充世家大族了？第1份贺礼：京城状元坊3进独栋宅院1座，含前后花园、独立书斋与藏书楼，杂役院、马厩一应俱全，地契与产权文书已全数办妥，登记在苏婉成公子名下。此为顾家给公子的18岁成人礼，兼状元及第之贺。假的，肯定是假的。状元坊的宅院都是朝廷敕封给有功之臣的，岂是有钱就能买的？你们随便找个刻字铺子做份假文书，就敢出来招摇撞骗了？没错，状元坊归内务府直管，我看你就是找了些假地契来撑场面，哄骗我弟弟年纪轻，好让你跟着沾光。我看这印章都是假的，个卖药的妇人能有这么大的本事？说出去谁信啊？我看你们就是一伙的，合起伙来骗大家。第2份贺礼：江南制造署特许经营权，持此令者，执掌全江南绸缎采稗与售卖之权。辖下大小织坊100余家，年入1万两白银。此份经营权归苏婉臣公子独有，作为日后仕途的银钱根基，保公子为官一事，不必为阿口误烦忧。胡说八道！江南制造岂是说给就能给的？我看你们是疯了，连朝廷的东西都敢造假，都是，肯定是假的，装的还挺像那么回事。一个卖药的还想执掌江南织造，做梦呢！老爷，这会不会是真的？他们要是真有这么大本事，咱们苏家可就……慌什么？全都是假的，不是些江湖骗子的伎俩。第3份贺礼：苏氏全族所有产业的地契、铺契与股权转让书。这是家主特意为公子准备的小礼物，算是替公子出一口恶气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们苏家的地契都在库房锁着，怎么会在你们手里？你们偷的，你们是小偷！强盗！你们是强盗！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产，还有王法吗？我要去告你们！我要去顺天府告你们！你们这群骗子、小偷，那些地契都是假的！你们苏家的产业凭什么给你们？好一出大戏啊！雇几个人做几份假地契，就敢说吞了我们苏家的产业？我看你是戏文听多了，真把自己当世家主母了。诸位别被他们骗了，这女人就是个市井开药铺的，家底薄得很。这些东西全都是她租来伪造的，就是为了撑场面哄骗我弟弟。没错，肯定是这样。他们就是看我儿子中了状元，想攀高枝，故意演这么一出戏。真当我们都是傻子吗？姐姐，这到底……别担心，都是真的。这些年苏家暗中做了不少亏空生意，产业早就抵押的七七八八了，我不过是顺手接了过来，
算不得什么大事。你们别得意，这里可是摘星楼，是我们苏家包下的场子，容不得你们在这里撒野。没错，今日这宴会厅是我们苏家花了大钱包下来的庆功宴场，你们不请自来，扰扰宴席，按规矩就该被赶出去。王掌柜是我多年的旧识，你们在这里招摇撞骗，他绝不会容你们。等他来了，有你们好果子吃。就是，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等掌柜来了，把你们全都扔出去，看你们还装不装。别理他们，跳梁小丑罢了。等会儿父亲母亲该等急了，咱们处理完这点小事就走。王掌柜，王掌柜你在哪儿？快过来，这里有人闹事！王掌柜，快过来！有人在咱们宴席上招摇撞骗，你再不来，我们苏家以后再也不来你们摘星楼了。姐姐，要不我们先走吧，没必要在这里跟他们纠缠。没事，这里本来就是咱们的地方，该走的是他们。王掌柜，这里，快过来！王掌柜，往哪走呢？我们在这儿。别挡着路！王掌柜，你这是何意？老夫在这里，你不过来见礼，反倒去见一个陌生妇人。王掌柜，你这是何意？老夫在这里，你不过来见礼，反倒去见一个陌生妇人。王掌柜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们才是今日包场的主家，这几个人是闯进来的骗子，你赶紧叫人把他们赶出去。属下拜见家主，属下来迟，让家主和公子受了惊扰，还请家主恕罪。啊！家主，王掌柜叫他家主，难道摘星楼是顾家的产业？我的天，难怪他敢说苏家的产业不算什么，原来摘星楼都是人家的。我就说不对劲，一个普通商户怎么可能拿出状元坊的宅院？原来人家是真的有背景。不可能！你胡说！摘星楼怎么可能是他的？王掌柜，你是不是被他们胁迫了？你别怕，有我们苏家给你做主。王掌柜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摘星楼的东家乃是京中望族，什么时候成了一个市井妇人呢？我看你是老糊涂了。就是，肯定是他们给了你好处，让你配合演戏，你们合起伙来骗我们。王掌柜，跟他们说说，摘星楼的东家是谁？摘星楼乃顾氏产业，自30年前起便归顾家所有。这位顾千兰姑娘，便是顾氏现任家主，也是摘星楼的东家。苏侍郎，几位小姐，你们平日里的贵宾权限，都是家主当年定下的规矩。苏家搅扰今日宴会，出言不逊，以下犯上。从今日起，取消苏家在摘星楼的所有贵宾权限。苏氏一族所有未结签单一律作废，所欠款项3日内必须结清。是，属下遵命。你敢！我们苏家是摘星楼的老主顾，每年在这花上1000两银子，你说取消就取消？就是，你们开门做生意，哪有赶客人的道理？我看你们是不想在京城开下去了。摘星楼开门做生意，接的是体面客人，像苏家这般是非不分、出言不逊的，我们伺候不起。另外，苏家此前在摘星楼签单挂账，共计7200两白银，请3日内到账房结清，逾期不结，我们会按规矩递状子到顺天府。你们！顾姑娘，千兰姑娘，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得罪了你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们一般见识。这签单的事儿，能不能缓缓？我们当初你们苛待我弟弟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留一线？现在知道求情，晚了。顾千兰，你别太过分。我爹是吏部侍郎，礼部尚书也与我们交好。你真要把事做绝，对你也没好处。吏部侍郎，科举舞弊的案子还没结，苏家能不能保住这身官皮还不一定。礼部尚书，他自身都难保。把他们请出去，别脏了宴会厅的地。
可是吏部侍郎的千金，你们动我一根手指头，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！我看谁敢动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还敢动手不成？放开我！放开！我是朝廷命官，你们放肆！怎么，心软了？没有，他们欠我的，这才刚开始。这才对，对付这种人，心软就是对自己残忍。剩下的事，姐会帮你处理干净。礼部尚书那边也不用怕，你只管安心准备入翰林院的事。家主，宴会厅已经被搅乱了，要不要重新布置？不用了，本来也不是来赴宴的，吩咐下去。今日所有宾客的消费都算在顾氏账上，算是给大家赔个不是。这不是苏家的人吗？怎么被人从摘星楼扔出来了？听说苏家二公子科举舞弊，被当场揭穿了，现在连摘星楼都不待见他们。活该！平日里骄横的很，这下踢到铁板了吧？太丢人了，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啊？顾千兰、苏万晨，这个仇我记下了，我绝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咱们赶紧回去吧，在这里被人围观，脸都丢尽了。走，先回府。父亲、母亲、大姐，你们可要给我做主啊！那个顾千兰太欺负人了，还有苏婉晨竟然联合外人欺负我们，造孽啊！真是造孽！好好的一个庆功宴，怎么就变成这样了？父亲，现在怎么办？摘星楼那边跟我们翻脸了，苏家的产业也被他们攥在手里，还有文杰的案子，虽说有礼部尚书接手，可顾家手里有不少证据，万一……慌什么？事情还没到不可挽回的地步，他顾千鸾就算有点家底，也不可能一手遮天。礼部尚书收了我们那么多好处，定会帮文杰翻案。只要文杰没事，苏家就倒不了。可王掌柜都叫他家主了，摘星楼都是他的，还有江南织造、状元坊的宅院，咱们能斗得过他吗？哼，斗不斗得过，试过才知道。他那些产业来路未必干净，就不信一个隐于市井的家族能有这么大的能量，说不定都是他租来借来撑场面的。父亲说的对，说不定就是演戏。他一个开药铺的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大家业？肯定是为了哄骗婉晨，故意租了宅院，买通了掌柜演的一出戏。肯定是这样。顾家要是真有那么大本事，怎么会在市井开个小食铺、小药铺？分明就是故意装穷，想等婉晨中了状元，再拿这些假东西出来邀功。没错，苏婉晨那个傻子肯定被他们哄得团团转。他刚才在宴会上都懵了，明显也是刚知道这事，说明顾家根本没跟他说实话。我就说嘛，一个卖饭的家庭怎么可能突然变成世家？原来是打肿脸充胖子，装给外人看。可那些地契可以伪造，只要银子够多，什么戏演不出来。我看啊，他们就是把全部身家都砸进去了，就为了绑上婉晨这棵状元树。你去给我好好查一查顾家的底细，再查查状元坊的宅院到底是谁的。是，老爷。还有，去柴房那边问问，看看苏婉晨以前跟顾家来往的时候有没有露过什么破绽。我就不信他们能把谎圆的滴水不漏。父亲，就算顾家是装的，可现在外人都信了。我倒有个办法，既能拆穿他们的谎言，还能让婉晨回心转意，顺便让咱们苏家更上一层楼。哦，什么办法？说来听听。给文杰定一门好亲事，找个有权有势的亲家，到时候有亲家撑腰，还怕收拾不了顾家。好主意！
只要文杰结了门好亲，有亲家撑腰，别说一个顾家，就是苏婉晨那个状元，也得看我们脸色。没错，咱们文杰模样俊，又有才学，找个高门大户的千金，到时候咱们苏家就能更上一层楼。就是，到时候让顾千寒那个女人看看，她装世家，咱们就找个真世家的亲家，看她还怎么装。要说合适的，京兆尹洪大人的嫡女就不错，他家嫡女年方28，正好跟文杰般配。那可太好了，洪大人可是正3品大员，比父亲的官位还高。要是能结成亲家，咱们苏家在京城就彻底站稳脚跟了。可文杰现在舞弊的案子还没结，洪家能愿意吗？舞弊案算什么？我跟洪大人有几分交情，到时候就说都是苏婉晨陷害的。等结了亲，洪大人自然会帮咱们斡旋，再加上礼部尚书那边，文杰的案子肯定能压下去。母亲，你放心，洪大人早就想拉拢文官了，咱们家跟他结亲，他巴不得呢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明日我就备上厚礼，亲自去洪府提亲。咱们要大办一场定亲宴，就在摘星楼办。我倒要看看顾家敢不敢拦。好，到时候咱们风风光光办定亲宴，让苏婉晨知道，没有他，苏家照样风光。定亲宴就定在3日后，正好赶在舞弊案彻查之前。只要亲事一成，洪大人肯定会帮咱们斡旋。对，还要大张旗鼓的办，请满京城的名门望族，到时候看谁还敢看不起咱们。还有文杰那边，得赶紧告诉他这个好消息，让他也高兴高兴。牢狱里也打点一下，别让他受了委屈。来人，去大牢里给二公子送些衣物银两，再告诉他，家里正在给他办大事，让他安心等着。父亲，定亲宴一定要请苏婉晨，他不是认了顾家当家人吗？咱们就请他来赴宴，看他敢不敢来。他要是不来，就是看不起洪家，到时候洪大人也会记恨他。还是我女儿想的周到，她要是来了，正好当着众人的面让她认祖归宗，给咱们赔罪。她要是不来，就是不给洪家面子，有她好果子吃。到时候他不来，咱们正好说他目中无人，连京兆尹的面子都不给，毁了他的名声。姐姐，今天在摘星楼那些东西花了不少银子吧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姐姐，我知道你是为了给我撑场面，可这样太破费了。状元坊的宅院租金肯定很贵，还有王掌柜那边也得花不少银子打点吧？傻孩子，你想什么呢？你姐姐哪用得着租啊？啊，不用租，那是借的。姐姐，你跟谁借的这么大面子？咱们可不能欠这么大人情。还有礼部尚书那边，你说他自身难保，是不是也提前安排了？我的傻弟弟，你怎么就觉得是租的、借的呢？就不能是咱们家自己的？咱们家自己的？姐，你别开玩笑了，咱们家不就是开食铺和药铺的吗？怎么会有摘星楼，还有状元坊的宅院？晨儿，有些事本来打算等你18岁成年了再告诉你的，没想到中间出了苏家这档子事，提前了也好。晨儿，父亲跟你说实话吧，咱们顾家不是普通人家。父亲，母亲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你父亲原名顾九思，20年前曾是当朝帝师，官拜太子太傅，教过当今皇上读书。帝师？父亲，这怎么可能？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当年朝堂纷争不断，我厌倦了尔虞我诈，又恰逢你母亲怀了你姐姐，就主动请辞，带着全家隐姓埋名来了这市井之中，过点安稳日子。你母亲王金枝出身江南黄商世家，是王家的嫡长女，顾家的产业大半都是你母亲的嫁妆。那摘星楼状元坊的宅院，江南织造
都是咱们家的，都是顾家的产业。摘星楼是母亲当年陪嫁的产业之一，状元的宅院是父亲当年辞官时圣上赏赐的，一直空着，正好给你住。江南制造的经营权是顾家祖传的皇商令牌，一直由母亲打理着。那你们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为什么要隐姓埋名开食铺药铺？傻孩子，朝堂险恶，商场也一样。隐于市井是为了避祸，也是为了让你们姐弟俩平安长大。锦衣玉食固然好，可安稳踏实才最重要。是啊，当年你父亲辞官，就是不想卷进朝堂纷争。我们想着，等你和你姐姐都长大了，再慢慢告诉你这些。都怪我们没早点告诉你真相，让你在苏家受了那么多苦。不怪你们，父亲母亲，是我自己糊涂，听信了苏家的话，误会了你们。傻孩子，别愣着了，先吃块糕点。这些年是父亲母亲不好，没早点告诉你真相，让你在苏家受了那么多委屈，连口热饭都没吃上过几次顺心的。当年你被苏家接走，我们本想立刻把身份摊开，又怕你刚认回血亲心里乱，更怕当年朝堂的旧怨牵连到你，便一直忍着没说。本想等你考完科举再慢慢讲。本来打算等你科举结束，就风风光光给你办成人礼，把顾家的一切都交到你手上。谁知道苏家手段这么下作，先一步调换了考卷，抢了你的状元名头，反倒逼得我们提前亮了底牌。父亲、母亲、姐，是我糊涂了这么多年，以前听信苏家的挑唆，一次次伤你们的心，是我不对。从前总以为自己是无根的浮萍，在苏家寄人篱下，连养父母都要错怪。原来回头看，最珍贵的家人一直都在身边，只是我被猪油蒙了心，白白蹉跎了这么多年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过去的事儿就翻篇了，以后有我们在，没人能再动你半分。你只管安心走你的路，顾家永远是你的后盾。老爷，小人守在顾家食铺后墙根听了半宿，亲耳听见苏婉琛说什么租金肯定很贵，别为我破费，还一个劲儿劝他姐别花钱撑场面，说不用租那么好的宅子给他撑颜面。果然是装出来的，我就说一个市井卖饭的人家，怎么可能拿得出摘星楼、状元坊的产业？全都是租来演给外人看的戏。太好了，这下我们可算抓住他们的把柄了。等定亲宴上，当着全京城权贵的面拆穿骗局，看苏婉琛还有什么脸在京城立足。到时候他只能跪着回来求我们收留他。老爷，这下咱们算能翻身了。有洪家做靠山，再拆穿顾家的假面具，苏婉琛除了乖乖回来认错，没有别的路可选。到时候咱们再拿捏着他，状元的名头还不是文杰的。明日一早就备上厚礼，我亲自去洪府提亲。我要当着全京城世家的面，把苏婉琛和那伙骗子的脸面彻底踩碎，让所有人都知道得罪我们苏家是什么下场。父亲，我以前总觉得你就是个围着灶台转的普通厨子，每天颠勺烧菜打理菜园，怎么也没想到你竟教过当今圣上读书，当过帝师。从前只觉得养父性子沉稳，做饭好吃，教自己读书写字的时候字字珠玑，只当是普通的洛可书生。原来他曾站在庙堂最高处，却甘愿为了家人隐于市井。这份信性，自己拍马也赶不上。帝师不过是个虚名罢了。朝堂之上，波诡云谲，党争不断。今天位极人臣，明天可能就身首异处，哪有这一方小菜园子来的踏实？当年你母亲怀了你姐姐，我便主动请辞，带着全家隐姓埋名来了这里，只求一家人平安顺累。如今你考中状元，要入朝入翰林院，父亲不怕你位极人臣，也不怕你光耀门楣，只怕你守住本心，别被功名利禄迷了眼，踏踏实实做事，清清白白做人就够了。父亲放心，你的话我都记在心里了。以后我为官钻事，
定然不会给顾家丢脸，也不会辜负你和母亲的教诲。苏侍郎今日登门，不知所谓何事？我衙门里公务繁忙，苏侍郎有话不妨直说。洪大人，下官今日前来是为了小儿文杰的婚事。听闻大人府上嫡女待字闺中，与小儿年纪相仿，品性样貌也般配。下官特意备了薄礼，想替小儿求取令千金，结二姓之好。苏侍郎有心了，只是小女年纪尚小，婚事不急。何况令郎如今身陷科举婉避案，风口浪尖上谈婚论嫁，怕是有些不妥。我们洪家虽不是什么名门望族，也断不会和涉案之人结亲。大人放心，舞弊案全都是苏婉臣的逆子栽赃陷害的，用不了几日就能澄清。若是两家能结为秦晋之好，大人在文官集团里也能多一分助力，对咱们两家都好。大人您想想，苏婉臣那个孽种仗着状元名头，处处针对我们。等文杰出来，我们父子联手，定能帮大人稳固地位。姐姐，原来咱们家有这么多产业。以前我只当药铺和食铺是全部家当，现在想想真是眼界太浅，居然还担心你们为了我花光积蓄租产业撑场面。从前只知道姐姐管着药铺，算账又快又准，街坊邻里都夸她能干。原来她手里管着这么大的家业，这么多年一个人撑着，难怪行事沉稳周全，半点不输给男子。这些产业大多是母亲当年的嫁妆，还有父亲辞官时圣上赏赐的庄子铺面。我接手这几年，也就照着前人的路子打理，底下的掌柜管事都得力，我不过是每月对账目，算不上辛苦。这些以后都是你的。等你入了翰林院，应酬打点都需要银钱，同僚之间往来也不能失了体面。姐姐，辛苦你了。这些年你一个人撑着这么大家业，还要时时挂心我，肯定不容易。从前我不懂事，还总跟你顶嘴，现在想想真是混账。傻话，咱们是姐弟，以前我撑着，以后你帮我分担，不就轻松了？再说了，看着你越来越好，姐姐比什么都高兴。二公子，老奴来看你了。夫人特意让厨房做了你爱吃的几道菜，还有你最爱的桂花酿，你快趁热吃点。你看你都瘦了，在这地方肯定受了不少苦。家里怎么样了？父亲有没有办法救我出去？舞弊案查得严不严？谢运那边有没有松口？二公子别急，老爷已经想到办法了，正在跟京兆尹洪大人谈亲事。只要你娶了洪家嫡女，有洪大人撑腰，这点案子根本不算事。到时候别说出去，连状元的名头都能给你抢回来。太好了，洪大人可是京兆尹，手握京城治安大权，有他帮忙，我肯定能出去。等我出去了，定要让苏婉欣那个贱人付出代价。对了，我让你查顾家的事怎么样了？他们那些产业到底是真是假？摘星楼真的是他们家的？查清楚了。有人听见苏婉臣亲口说，那些宅院铺子都是租来撑场面的，顾家根本就是装出来的世家。老爷和两位小姐都快高兴坏了，说定亲宴上就要当众拆穿他们。父亲，这是前朝的科举策论真迹，我以前只在书上见过记载，没想到咱们家藏着原本。这上面还有前朝大儒的亲笔批注，简直是无价之宝。从前在苏家柴房，能借到一本翻烂的四书古经都要感恩戴德，连注解都要自己抄。现在眼前摆着历朝真迹，3万卷藏书任我翻阅。从前想都不敢想的日子，居然真的来了。这些都是我当年收集的。你入了翰林院以后，少不得要修书撰文，多看看前人的文章，对你有好处。读书不能只读死书，要读懂字里行间的道理，才算没白读。这楼里藏了3万卷书，经史子则样样都有，还有不少孤本真本。以后你没事就过来读，比你在苏家柴房里摸着半本残书苦读强得多。想看什么尽管拿，看完放回去就行。父亲，谢谢你。以前我想找一本注解都难，攒半年银子才能买一本旧书。现在有这么多书，我都不知道先看哪本好了。慢慢来，日子还长。先从这本《御图志》看起。为官者亦知天下地理，懂民生疾苦，不可只懂死读书，只会纸上谈兵。你要记住，读万卷书，还要行万里路，才算得上是合格的臣子。他知道了就好，你回去告诉文杰，让他安心等着。定亲宴一成，他很快就能出来，让他在牢里安分点，别惹是生非，别坏了我们的大事。大姐，既然顾家是装的，那咱们定亲宴上可得好好演一出戏。
我要让苏婉晨当众下不来台，跪在地上求我们原谅他，还要让他把状元的名头乖乖还给文杰。急什么？先把帖子给苏婉晨送过去，就说定亲宴在摘星楼办，请他务必赏光。他要是不来，就是不给洪家面子。到时候洪大人记恨他，他这状元也坐不安稳。他要是来，正好当众拆穿他，让他身败名裂，再也没法在京城立足。还是大姐想的周到，我这就派人去送帖子，还要大张旗鼓的送，让街坊邻居都知道我们苏家请他赴宴。他要是不来，就是怕了，到时候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他是骗子。苏公子，我家大小姐和二小姐吩咐，3日后在摘星楼为二公子办定亲宴，迎娶京兆允家的千金，请你务必到场。要是不来，后果自负。回去告诉你们家小姐，我没空。苏家的宴，我没兴趣赴。苏家的事，也与我无关。苏家还真是不死心，刚从摘星楼被赶出去，就又想着借救洪家的事翻盘。真以为攀上京兆尹就能只手遮天了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苏公子，你可想清楚了，这可是洪家的定亲宴，你敢不去，就不怕洪大人怪罪下来，毁了你的仕途？我看你是怕了吧，怕自己租来的假世家露馅，不敢去赴宴吧？哪里来的奴才，也敢在顾家铺子门口放话？滚回去告诉苏家姐妹，帖子我们收下了，3日后摘星楼，我们自然会去。顺便提醒他们，最好把账都算清楚，免得到时候输得太难堪。姐姐，苏家明显没安好心，定是想借着定亲宴的由头当众折辱我们。我们为什么要答应去？没必要跟他们浪费时间。他们想借定亲宴翻盘，咱们正好借这个场子把该了的账都了了，省得他们一次次跳出来烦人，像苍蝇一样嗡嗡吵得慌。一次解决干净，以后也好安生过日子。母亲，帖子送过去了，顾千银亲口答应了，3日后肯定会来。我还特意让家丁大张旗鼓的送，整条街都知道了。我看他们到时候想反悔都不行。我就说他们肯定敢来，装了那么久的世家，要是不敢来赴宴，不就露馅了？他们肯定是想硬撑着演下去。正好，咱们就等着当众戳穿他们的假面，看他们还怎么装。你们可别大意，那顾千源看着不好惹，上次在摘星楼咱们就吃了亏，万一他又耍什么花招怎么办？万一那些产业是真的，咱们岂不是自投罗网？母亲你放心，有洪家给咱们撑腰，他就算有再多花招也没用。到时候咱们当众拆穿他造假，再让洪大人把他抓起来，告他一个招摇撞骗之罪，看他还怎么装。就是，等拆穿了顾家的骗局，苏婉晨没了靠山，只能乖乖回来认错。到时候咱们再拿捏他，让他往东，他不敢往西，状元的名头也还是文杰的。母亲你就等着享清福吧。苏家想借京兆尹的事压我们，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只可惜他们找错了靠山，也看错了顾家。洪家这些年靠着咱们顾家的体贴才走到今天，洪远不会拎不清。倒是苏家死到临头还不自知，非要撞得头破血流才肯罢休。父亲、母亲、姐姐，要不要提前跟礼部打个招呼，免得苏家到时候胡搅蛮缠，闹得不好看，再连累了顾家的名声。不用，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，闹得越大，到时候脸打得越响。我已经让人重新布置摘星楼了，保证给他们一个惊喜。他们想借咱们的场子办定亲宴，咱们就借他们的宾客办成人礼，正好省得我们另行邀约。听你姐姐的安排就行。苏家这点小动作翻不了天，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把苏家这些年的烂事都抖出来，也给京里其他人家提个醒，省得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来顾家头上动土。晨儿别怕，天塌下来有你父亲和你姐姐顶着，你只管等着风风光光办成人礼就行，其他的事儿都不用你操心。从前在苏家，
什么事都要自己扛着，受了委屈也只能往肚子里咽。现在有家人站在身前遮风挡雨，这种安稳的感觉真好。帖子送过去了，他们真答应了。父亲，千真万确，送帖子的人亲耳听见顾千兰答应了，说3日后一定到。我特意让家丁大张旗鼓的送，街坊邻居都看见了，他们想赖都赖不掉。好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还以为他们不敢来，没想到还真敢硬撑。到时候咱们当着洪大人和满座宾客的面，拆穿他们造假的真面目。我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，跟我们苏家作对是什么下场。父亲，我已经吩咐下去了，定亲宴要办得风风光光，把京里有头有脸的人家都请来，人越多，到时候苏婉晨就越丢人，咱们苏家的脸面就越足。做得好，就是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看看，得罪我们苏家是什么下场。等文杰出来，再让苏婉晨跪在祖宗牌位前认错，把他手里的状元名头也给文杰夺回来，咱们苏家只会比以前更风光。家主，按照您的吩咐，宴会厅全都按成人礼的规制布置妥当了。背景板换成了公子的状元喜报，两侧挂满了翰林院与各部大人送的贺词，台中央的加冠器具、玉冠、礼服也都备齐。苏家那边送来的定亲物料都收好了，正门和宴会厅半分痕迹都不能留。他们送来的喜牌、供桌，一件都不能留在明面上。家主放心，苏家送来的定亲喜牌、供桌全都挪去了后院仓库，正门和主厅一点痕迹都没留。苏家特意换了咱们聚仙楼，以为能躲开摘星楼的是非，待会儿保准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惊喜。家主，这是各家送来的贺礼登记，翰林院礼部的大人都送了贺意，恭护顾公子状元及第，靖安侯府、太医院、江南织造署也都送了重礼，已经登记入库。都登记好入库。3日后的宴席按聚仙楼最高规格置办，菜品酒水都要用最好的。今日所有来的宾客都算顾家的客人，好生招待，不能失了礼数。姐姐，我以前就在这里住了8年，冬天漏风，夏天漏雨，连盏油灯都舍不得多点。读书读到深夜，就借着月光认字。都过去了，以后再也不会让你过这种日子。以后你有读不完的书，有暖乎乎的屋子，有一家人陪着你。我不是难过，就是过来看看。以前总觉得这里是噩梦，是我这辈子都逃不开的泥沼，现在再看，反倒觉得没什么了，不过是一段过往罢了，不值得放在心上。走吧，姐姐，该回去了。3日后就彻底做个了断。听说他们特意换了聚仙楼办定亲宴，以为能躲开咱们，倒省了我们跑一趟。3日后的定亲宴，你穿这件正好，衬得气色好，也压得住场面。这次咱们特意选了聚仙楼，避开了摘星楼那个是非地。顾千兰就算手再长，也伸不到聚仙楼来。还是大姐想的周到，摘星楼是她的地盘，咱们斗不过她。可聚仙楼可是京城老字号，听说东家是江南富商，跟顾家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到时候我就穿着这件，当众拆穿顾千兰的骗局，看她还怎么装世家主母。大姐，你说，到时候顾千兰要是敢来聚仙楼闹事，掌柜的肯定会把她赶出去。她总不能连聚仙楼也是她家的吧？哪有人家产业遍布整个京城的？那也太夸张了。她再有本事，也不可能把京城酒楼都买下来。聚仙楼东家隐世多年，跟顾家素无往来。等定亲宴一成，有洪家撑腰，咱们再慢慢收拾他。没错，等收拾了顾家，整个京城还有谁敢跟我们苏家叫板？到时候摘星楼我们也要抢过来，让顾千兰那个女人跪着求我们。母亲，这么晚了还缝衣服，快歇会儿吧。我炖了安神汤，你趁热喝了。熬夜伤眼睛，这些明天再做也来得及。坐。母亲给你做了件成人礼穿的锦袍，试试合不合身。3日后加冠，得穿得体面些，让大家都看看我们顾家的儿郎有多精神。母亲，你手真巧，
这衣服太好看了，比苏家那些定制的锦衣好看100倍。我的晨儿长大了，要成人了，还要当大官了，母亲心里高兴。以前没机会给你做新衣服，每年你生辰只能给你煮碗长寿面，以后母亲年年给你做，春夏秋冬的衣裳母亲都给你备齐。从前在苏家，只有苏文杰年年有新衣服，我只能捡他穿剩的旧衣，过年都未必能添一件新的。原来被人放在心上疼爱着的感觉是这样暖。3日后，我家二公子在聚仙楼办定亲宴，迎娶京兆尹家的千金，特意请您过去喝杯喜酒。到时候京中权贵都到，您可一定要来。苏二公子不是舞弊被抓了吗？怎么还能定亲？还选在聚仙楼办宴？京兆尹大人怎么会把女儿许配给涉案之人？那都是旁人污蔑的，很快就澄清了。有京兆尹大人做靠山，我们苏家只会越来越好。特意选了聚仙楼的顶级场子，就是图个吉利。苏家这是要翻身呐，攀上京兆尹，还特意换了聚仙楼，看来是怕顾家在摘星楼找麻烦。我看未必，科举舞弊是大罪。再说了，顾家那边可是真状元，苏家能斗得过？听说聚仙楼背景也深，未必给苏家面子。3日后成人礼，父亲亲自给你加冠。这顶玉冠是我当年的，是先帝御赐之物，现在传给你。愿你如玉般温润，也如玉般坚贞，守住本心，不改气节。谢谢父亲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，也不会辱没这顶玉冠。族谱我已经让人改好了，宗老那边也都打点妥当，以后你就入顾家的族谱，名字改回顾婉晨。苏家那边彻底断干净，再无瓜葛。好，从今日起，我就是顾婉晨。苏家的恩怨，3日后彻底了结。往后，我生是顾家人，死是顾家鬼。苏婉晨这个名字，伴随了8年的委屈与屈辱，也该彻底放下了。好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当断则断。以后你就是顾家的儿郎，挺直腰杆做人，谁也不能小瞧了你。顾家的门楣以后也要靠你撑起来。对了，聚仙楼那边都安排妥当了？父亲放心，都安排好了。苏家以为换个地方就能躲开，反倒正好，省得我们再搭台子。你们看，一听我们要和洪家联姻，还订了聚仙楼办宴，这些人立刻就上门送礼来了，真是世态炎凉。前几日还躲着我们，今日又凑上来了，一个个嘴脸变得比翻书还快。这说明大家都看好我们苏家。等文杰出来，再加上洪家扶持，咱们苏家肯定能更上一层楼。到时候说不定还能再进一步，入阁拜相也不是不可能。父亲，经理大半世家都送了贺礼，3日后的定亲宴肯定热闹。这次咱们选了聚仙楼，顾千兰插不上手。到时候他要是敢来，聚仙楼的掌柜肯定不会饶了他。就是，我已经想好了，等他来了，我就先给他一个下马威，让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跪着给我们道歉。聚仙楼可不是摘星楼，轮不到他撒野。晨儿，多吃点儿。明天就是成人礼了，以后就是大人了，要好好照顾自己。以后在衙门里也别委屈了自己，想吃什么就回家来，母亲给你做。母亲做的菜最好吃了，我以后天天回来吃饭，顿顿都吃母亲做的菜。明日过后，你就正式入顾家宗祠，认祖归宗。父亲敬你一杯，盼你以后前程似锦，无愧于心，对得起天地，对得起百姓，也对得起自己。明天只管站在台上就行，剩下的都交给姐，保证给你办一场风风光光的成人礼，让全京城都知道我顾千兰的弟弟是最出色的。聚仙楼的台子都搭好了，就等苏家自投罗网。贤侄来了，快里面请。令尊大人稍后也到嘛，下官已经备好了上等的茶水，就等大人莅临。
我爹稍后就到。苏侍郎，这聚仙楼不是你们苏家包下定亲宴吗？怎么门口挂的全是状元及第的红灯笼，连个喜字都看不见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许是下人弄错了，无妨，进去再说。里面肯定布置好了，定是底下人办事糊涂。等会儿我重重罚他们。苏家现在有多风光得意，等会儿就有多狼狈难堪。他们以为换了聚仙楼就能躲开顾家，却不知从一开始就踏进了顾家的地盘。这场他们精心准备的定亲宴，终将变成自己的打脸宴。这是什么？我们的定亲宴布置呢？怎么变成顾婉晨的成人礼了？李掌柜，李掌柜在哪儿？给我滚出来！李掌柜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明明定的是定亲宴，谁让你们改成成人礼的？你们聚仙楼就是这么做生意的？信不信我们让你在京城开不下去？苏大小姐，聚仙楼是顾氏产业，家主要为公子办成人礼，自然要优先安排。至于苏家的定亲宴，贵府只交了100两定银，并未签订正契，也未补足余款。按聚仙楼的规矩，不算正式预定，自然没有布置的道理。胡说！我们明明提前送了定银，说好今日包下宴会厅办定亲宴，你们出尔反尔，把场地给了别人，还有没有规矩？信不信我告到顺天府，让你们聚仙楼关门大吉？苏侍郎，账目上记得清楚，苏家只交了100两定银，并未签订正契，也未补足余款。按聚仙楼的规矩，未付全款的预定不作数。家主要用场地，自然是先紧着自家的事来。何况这聚仙楼本就是顾家的产业，家主要用场地，难道还要跟外人商量不成？你们故意的！顾千心那个女人故意耍我们是不是？她把我们定好的场地抢去给顾婉晨办成人礼，她安的什么心？我看她就是跟我们苏家作对。二小姐慎言，家主行事还轮不到苏家人智慧。各位要是来贺喜的，我们欢迎；要是来闹事的，就别怪我们不客气。聚仙楼的规矩还轮不到外人来破。贤侄，你别生气，这肯定是误会。我们这就去找他们理论，定把场地换回来。你放心，定亲宴绝对不会耽误，我们已经安排妥当了。误会？苏夫人，你们苏家连个定亲宴的场地都搞不定，还敢提联姻的事？我看你们根本就是没把我们洪家放在眼里，拿我们洪家当幌子撑场面是吧？洪公子息怒，是顾千兰那个女人从中作梗，抢了我们的场地。你放心，我们这就把场地抢回来，定亲宴绝不会耽误。你再给我们一点时间。我给你们半个时辰，要是半个时辰摇摆不定，这门亲事就当没提过。我们洪家丢不起这个人，也没空陪你们在这里耗着。父亲，怎么办啊？谁能想到聚仙楼也是顾家的地盘？等洪伯父过来瞧见这场面，和洪家的婚事必定泡汤，咱们苏家彻底抬不起头了。父亲，他们摆明刻意刁难我们，不如直接把这场成人礼搅黄，大家谁都别提面。万万不可！满场权贵世家都在，当众闹事传出去，苏家脸面全丢，往后在京城寸步难行。脸面算什么？是顾家先欺人太甚，真闹起来，有洪家给我们撑腰，顾家不敢拿我们如何？苏侍郎、苏小姐，还请慎言。聚仙楼产权归属顾家，场地优先供以自家宴席，苏家仅交付少量定银，不算正式预定。还望诸位自重，莫要在宾客面前失了分寸。姐姐，他们在楼下肆意放话要砸场地，要不要现在下去阻拦？再任由他们吵闹，宾客难免看笑话。不必着急，任由他们嘴上叫嚣，闹得越凶，稍后自取其辱时反差越大。
等所有贵格尽数到场，我们再下楼，正好让全场看清苏家真实面目。听你姐姐安排，一群跳梁小丑罢了，不值得晨儿提前现身。此刻闹得有多嚣张，等下收场就有多狼狈。晨儿放宽心，先吃点果子平复心绪，稍后加冠大典才是正事，别被不相干之人扰乱心境，气坏身子不值当。父亲，洪公子都等半天了，顾千寒依旧躲在楼上不肯露面，场地也夺不回来。婚事一旦吹了，咱们苏家就彻底完了。我罐子破摔了，今天我就拆了这礼台。别冲动，这么多双眼睛盯着呢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顾家断我们后路在先，我们也不用顾及体面了。出事有洪家兜底，直接砸吧！苏小姐住手！损毁酒楼贵重器物是要照价全额赔偿的。我看谁敢再动一下礼台器物。苏二小姐好大的火气！聚仙楼一应物件皆有定价登记，你苏家赔吗？是你顾家恶意抢占我们预定的定亲宴场地在先，我们只是讨公道，你们顾家才是偷占场地的骗子，阴魂不散，处处针对我们。诸位今日在场，正好做见证。聚仙楼本就是我顾家私产，我为我弟弟筹办成人礼，使用自家产业，何须征求苏家？苏家仅交付100两意象银，未签订正式租赁契约，未补成全额场地余款。依照酒楼规矩，预定不作算。反观苏二小姐当众损毁酒楼财物，扰乱宴席秩序，这笔账我们算算不？你少拿规矩压人！明明是你们故意设局骗我们，故意抢我们的场地。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，不然这事儿没完。我定要告到顺天府，告你们恶意欺诈。没错，你故意引我们来，就是想让我们当众出丑，是不是？顾千云，你也太歹毒了！为了折辱我们苏家，竟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！歹毒！苏家派人送帖子逼着我弟弟来赴定亲宴，还放话不来就毁他仕途的时候，怎么不说自己歹毒？现在不过是自食恶果，就受不了了？我不过是在自家地盘办场宴席，怎么就成抢了？倒是苏家没付全款就想强占场地，还当众打砸，是谁给你们的胆子？真当京城是苏家的地盘，可以横行霸道了？你少在这里颠倒黑白，你那些产业全都是租来的，你就是个骗子！你以为租下摘星楼，再租下聚仙楼，买通掌柜就能装世家了？我告诉你，早就有人揭穿你了！诸位别被他骗了，她根本不是什么世家主母，就是个开药铺的市井妇女，这些全都是她租来演戏的，专门哄骗世人，招摇撞骗。哦，都是租的。苏侍郎说的是真的？你们顾家居然是庄的，胆子倒是不小，敢在京城招摇撞骗。贤侄，千真万确。有人亲耳听见顾婉琛说，这些宅院产业都是租来撑场面的，他们就是一群骗子，故意装世家哄骗世人。苏建成还想借着状元的名头招摇撞骗，谋取私利。没错，他们就是骗子，什么顾家也不世家，全都是编出来的。一个卖饭，一个卖药，也敢充世家，真是笑死人了。等我爹和洪大人彻查，定要让他们蹲大牢。苏家就拿这个当把柄，我还以为你们查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，就这点东西也敢拿出来献丑？是不是租的？大家看看地契和内务府文书就知道了。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诸位可以上前验看，看看这些印章、地契是真是假。假的！这些印章是他们伪造掉的，他们连掌柜都能买通，伪造几份文书算什么？大家别信，
千万别被他们骗了。没错，地契可以造假，印章也可以造假，大家别被他们骗了。苏侍郎一口一个造假，那我倒想问问，江南织造的令牌也是假的，内务府的赏赐也是假的，太医院的合作文书也是假的，要不要我请内务府的大人过来，当面给你验验真假？再请太医院院判、江南织造总管过来，跟你对证对证。苏侍郎，你到底靠不靠谱？别是你自己查错了，连累我们洪家跟着丢脸。要是让我爹知道你拿假消息糊弄他，你担待得起吗？贤侄，你别急，肯定是假的。你想啊，他们要是真是假，怎么会在市井开药铺？这不合常理呀！肯定是他们装的。你再等等，定能拆穿他们。洪大人，您可来了！您快看看，这群骗子伪造地契，强占场地，还污蔑我们苏家。您快把他们抓起来，好好治治他们的招摇撞骗之罪。顾先生，下官不知您在此，有失远迎，还望先生恕罪。下官来迟，扰了公子的成人礼，还望先生海涵。不必多礼，今日是小儿成人礼，洪大人赏脸前来，是顾家的荣幸。顾先生说笑了，先生办宴，下官本该早早前来道贺，是下官管教无方，让小儿跟着外人胡闹，扰了先生的宴席，还望先生恕罪。下官回去定当重重责罚他。逆子，快过来给顾先生赔罪！跪下！顾先生恕罪，晚辈有眼不识泰山，多有冒犯，还望先生海涵。晚辈知错了，求先生责罚。不知者不罪。起来吧，年轻人难免莽撞，以后行事稳重些便是。苏先生，怎么会？他不是个厨子吗？怎么会是顾先生？连聚仙楼都是他家的。洪大人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他就是个开食铺的厨子，怎么会是顾先生？您再仔细看看，仔细看看，肯定是认错了。放肆！顾先生是先帝钦点的帝师，曾官拜太子太傅，也是当今圣上的恩师。竟敢对先生不敬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苏建成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骗我说顾家是骗子，还想拉我们洪家下水，跟你们一起得罪顾先生。我看你这吏部侍郎是当到头了。洪大人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要是知道，给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啊！顾先生恕罪，是下官有眼无珠，冒犯了先生，还望先生大人有大量，饶了下官这一回。下官以后再也不敢了。诸位，今日是我弟弟顾婉晨的18岁成人礼，也是他的状元庆功宴。本来不想扫大家的兴，可有些人非要凑上来找不痛快，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顾家。正好借着今日人多，咱们把苏家这些年做的龌龊事都好好说道说，也让大家都看看，所谓的书香门第，背地里到底藏了多少脏事。这里记录了苏家近10年贪赃枉法、收受贿赂的全部账目，还有科举舞弊、构陷他人、苛待亲儿的实证，桩桩件件都有凭有据，证人证物一应俱全。哥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抢你的状元，不该害你，你饶了我这一次吧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我给你做牛做马。
哥，我是你弟弟啊，血浓于水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你就看在血脉亲情的份上，饶了我这一次吧。我以后一定好好做人。弟弟，二姐知道错了，以前都是二姐不好，二姐不该欺负你，你就饶了我们吧。二姐以后给你做牛做马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晨儿，母亲知道错了，母亲不该气了你，不该苛待你，你就看在血脉亲情的份上饶了我们这一次吧。母亲以后一定好好补偿你。诸位都在，正好做个见证。从今日起，世上再无苏婉晨，只有顾婉晨。我早已入顾氏族谱，是顾家的儿子，与苏家再无半分瓜葛，血脉亲情。当年你们弃我于慈幼局，苛待我8年，夺我功名，害我性命的事，怎么没想过血浓于水？割袍断义那日，我就说过，你我恩断义绝。今日我顾婉晨与苏家再无半分瓜葛，你们的罪自有国法处置，与我无关。苏建成，有人检举你贪赃枉法、纵容子弟、科举舞弊，证据确凿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到了刑部，自有公断。顾婉晨，你好狠的心！我们好歹也是你的血亲，你竟真的要赶尽杀绝？你就不怕遭天谴吗？不是我赶尽杀绝，是你们自己作孽。国法如山，你们犯了罪就该受罚，种什么因得什么果，怨不得别人。今日黄道吉时，为吾儿婉晨行加冠之礼。冠者，礼之始也。自此而后，汝为成人，当行成人之事，立成人之德，再不可如少年时随性莽撞。汝自幼辗转市井，长于寒微，历经波折而不改其志，寒窗10载而终夺魁首，这份信性比功名更可贵。今日加官，为父赠你16字训诫，你要刻入骨髓，终身践行。上不负家国社稷，下不负黎民苍生。为官则清正廉明，不阿权贵；为人则光明坦荡，不昧本心。儿子叩谢父亲养育教诲之恩，昔日听信谗言，误入歧途，幸得父母姐姐不离不弃，引我归正途。今日加冠成人，儿子定当谨遵父训，绝不给顾家列祖列宗蒙羞。母亲，该高兴才是。晨儿长大了，以后再也没人能欺负她了。是高兴，我就是看着她一步步走到今天，心里发酸。8年的苦没白吃，总算是苦尽甘来了。我的晨儿终于成人了。顾公子少年状元，又有顾先生这样的父亲言传身教，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啊！日后入了翰林院当职，咱们同朝为官，还望公子不吝赐教。恭喜顾公子加冠成人，状元及第，当真是双喜临门。小小年纪便有这般气度才学，真是年轻有为。我等老朽都自愧不如啊！早就听闻顾公子才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气度不凡。顾先生教子有方，顾氏家风端方，真是令人钦佩。往后公子入仕，只管安心办差，京中若有什么用得上太医院的地方，只管开口。张大人见谅，舍弟初入官场，酒量尚浅，待会儿还要给各位长辈逐桌敬酒，这杯我替他饮了。改日我们姐弟再一同登门拜谢。姐，你少喝几杯，别伤了身子。后面的酒我自己来就行。傻话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，哪能让你喝多？放心，姐心里有数。前世今日，我蜷缩在苏家柴房的冷榻上，听着前厅庆贺苏文杰的鼓乐声，满心都是愤恨与不甘。今生此刻，我头戴玉冠，身有功名，站在满堂宾客之间，身前是光明坦途，身后是家人靠山。这条路很长，但我知道，
我再也不是孤身一人了。顾先生，圣上有旨，苏家科举舞弊一案由礼部全权主审，刑部、京兆尹协查贪腐诸事。下官今日前来，是向先生禀明审案安排。3日后，礼部衙署公开核查，允许百姓旁听，不知先生意下如何？按朝廷法度来即可，不必因我破例。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是非曲直自有公论。先生高义，下官定当秉公办理，所有证据公之于众，绝不容情。我的晨儿今天真威风，母亲看着你加冠，心里比什么都高兴。我们晨儿长大了，成大人了。成人了，以后的路要自己走。3日后礼部审苏家的案子，你作为当事人，该去就去，记住凭证据说话，不必逞口舌之快。好了，都忙了一天了，快回家吧。家里还炖着汤呢，回去喝点热汤暖暖身子。今天累了一天，都该好好歇歇了。早就看苏家不是好东西，苛待亲儿，科举舞弊，贪赃枉法，今天总算要遭报应了。可不是嘛！以前仗着是吏部侍郎家，横行霸道，欺负了多少人？今天有礼部亲审，还有顾先生压着，看他们还怎么翻案！威武招！堂下苏建成、苏文杰，本科殿试舞弊一事，人证物证俱全，你们可知罪？下官无罪，是顾家蓄意报复，伪造证据，构陷下官。犬子10年寒窗，状元之名实至名归，绝无舞弊之举。肃静，带证人证物。大人，民女顾千兰代弟顾婉臣呈上苏家舞弊全案证据，含近10年贪腐账目、科举舞弊人证、历年收受贿赂书信凭证，桩桩件件有据可查，绝无半分虚言。苏侍郎说令郎10年寒窗，那殿试考卷上的墨梅记号、策论里的兵农合一之策，还有卷末化用的范文正宫名句，苏文协为何一问三不知？要不要我当着满堂百姓的面再考他一次？景和3年，你收受江南盐商白银20万两，替其谋得盐运使一职。景和5年，你克扣地方赈灾2款，中饱私囊30万两，害得3个县的灾民流离失所。光是有据可查的人命就有7条。至于科举舞弊，从同生市调换名额，到国子监撕毁举荐信，再到殿试买通陈主簿调换考卷，步步为营，全是你们苏家的手笔。苏建成，你摸着良心说，这些事哪一件是我顾家伪造的？大人饶命啊！这些都是老爷一个人做的，妾身妇道人家，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求大人网开一面，饶了妾身和2个女儿吧！你不知道，苏夫人手里的脂粉铺、首饰楼，全是用赃银买的。你每年收受官员家眷的珠宝首饰，折算下来也有10几万两。连你头上这只赤金枪红宝的凤头钗，都是当年盐商送的。你敢说你不知道？就算我爹贪腐有罪，我和妹妹何错之有？我们从未插手过朝堂之事，凭什么要受牵连？还有科举舞弊，都是苏文杰和陈主簿勾结所为，与我们姐妹无关。你没错，调换考卷的主意是你出的吧？买通考官找人替考，都是你一手安排的吧？慈幼局弃养8年苛待顾婉臣，你这个嫡长女可是主谋之一。你胡说，都是假的！人证物证俱在，你狡辩也没用。你们苏家享了10几年的荣华富贵，踩着别人的尸骨往上爬，今天也该还债。哥，你饶了我吧！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抢你的状元，不该欺负你。看在我们是亲兄弟的份上，你替我求求情。晨儿，爹知道错了。爹当年也是一时糊涂，你是苏家的骨肉，
你不能眼睁睁看着苏家败落啊！我早已入顾家族谱，改名顾晚辰，与苏家再无半分瓜葛。今日我来，不是求情，也不是泄愤，只是要把当年的账算个清楚。8年前，你们为了让苏文杰占着嫡子身份，把刚出生的我扔在慈幼局，是顾家夫妇收养。后来你们发现我天资聪明，又把我接回苏家，当做苏文杰的陪读。8年，我住柴房，吃剩饭，干粗，稍有不慎就是打骂。寒冬腊月，你把我的书本扔在雪地里，让我跪着亲。我生病发烧，你说我装病偷懒，罚我3天不许吃饭。苏若涵，这些事你还记得吗？科举大考，他们买通考官，调换我的考卷，把10年寒窗的成果拱手送给不学无术的苏文杰。你口口声声说我是苏家骨肉，可你何曾有过半分父子情分？你看重的从来只是我能不能给苏家带来好处，有用的时候就把我当工具，没用的时候就弃之如杙。我与苏家从此恩断义绝，两不相欠。查吏部侍郎苏建成纵容子弟科举舞弊事实清楚，当庭宣判，革除苏建成吏部侍郎之职，抄诺苏家全部家产。舞弊主犯苏文杰革除功名，判10年牢狱，刑满后贬为庶民，永不得入仕。苏建成贪赃枉法、构陷同僚等重罪，连同胡月兰、苏若涵、苏若灿3人协同舞弊、科虐亲儿之罪，一并移交刑部，从重审断，按律严惩，绝不姑息。大快人心！顾公子真是好气度，受了这么多委屈，还能秉公执法，不徇私也不报复，真是君子风范。顾家姐姐，巾帼不让须眉，这么多年的烂账都理得清清楚楚，把苏家这伙蛀虫绳之以法，真是给咱们老百姓出了一口恶气。姐姐，都结束了，压在心里8年的事，终于彻底了了。都过去了，以后再也没人能打扰咱们的日子。往后只管安安心心走你的路，家里一切由我和父亲母亲。平身吧，苏家舞弊一案，朕已尽数知晓。你受8年委屈，仍能秉持本心，不迁怒不泄愤，实属难得。回陛下，国法如山，是非自有公断。臣所求不过一个公道，不敢因私怨废国法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新科状元顾晚辰，才学卓绝，品性端方，屡遭波折而不改其志，实为朝臣表率。今特授翰林院修撰之职，正7品，入职精研，侍讲东宫，另赐状元坊宅邸1座，锦缎100匹，白银1000两，以彰其才。钦此。臣定当恪尽职守，不负盛望。我的晨儿，真是出息了。母亲刚才还在担心，现在看见你好好的，心里比什么都踏实。好，翰林院修撰，入职精研，是天大的恩典。记住圣恩，守住本心，踏踏实实做事。恭喜你，顾修旧，父亲特意让家里备了家宴，就等你回去庆贺。咱们一家人好好吃顿团圆饭。第一天面圣累不累？圣上好不好说话呀？都挺好的，圣上很和气，问了我不少治的看法，也夸了我的策论。宫里规矩是多，但都能应付，你就放心吧。翰林院是清贵之地，入职精研，侍讲东宫更是近臣。沉下心来好好学，别急于求成。
以后下了衙就早点回来，别总在衙门熬着。家里有热饭热菜，比什么都强。要是有应酬，就提前说一声，别让母亲担心。字写得不错，文章也有见力，就是锋芒太露了些。为官之道要懂得藏锋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收敛些才能走得长远。儿子记住了。父亲，你当年在朝的时候，是不是也遇到过很多难处？是不是也像我现在这样，有很多不懂的地方？难处自然是有的。朝堂之上，人心复杂，比你想象的要难得多。党争倾轧，身不由己，这些都是常事。但只要行得正，坐得端，就没什么可怕的。父亲不求你位极人臣，只求你一生平安顺累，无愧于心。守住本心，比什么都重要。你小时候，咱们就住在乡下，你父亲天天教你读书写字，你总爱跑到田埂上玩，弄得满身泥，每次回家都要挨说，可转头又跑出去了。我都记不太清了，只记得小时候总吃母亲做的红米粥，特别甜，比城里的好吃多了。那时候总盼着吃红米粥，每次都能喝2大碗。等回去了，让母亲给你煮红米粥。乡下的红米甜，都是自家地里种的，比城里的好吃。管够，让你喝个饱。列祖列宗在上，今日带晚臣前来认祖归宗。他已年满18，考中状元，蒙圣恩受翰林院修造之职，入我顾家族谱。以后定当恪守祖训，光耀门楣，不辱没顾家的名声。孙儿顾晚臣，定当谨记祖训，立身行道，不负祖先，不负父母，为官清正，为人坦荡，定将顾家发扬光大。从前总觉得自己是无根的浮萍，现在顾家就是我的根，家人就是我的归处。往后余生，我会守好这个家。顾先生回来了，这位就是晚臣公子吧？听说中了状元，还当了翰林官，真是了不起啊！咱们村子出了个状元郎，真是光宗耀祖。王婶儿，你们可回来了，村子里的人都念叨你们呢，早就盼着你们回来看看。这下可好了，顾家公子也出息了。顾先生，顾公子高中状元，入朝为官，是咱们全村的荣耀。村里准备了宴席，就在祠堂门口，你们一定要赏脸，全村人都等着给公子道贺呢。村里的乡亲们真热情，我都快认不出来了，变化好大。可大家还是一样的朴实。咱们在这儿住了10几年，乡里乡亲的都熟得很。以前你小的时候，还天天去隔壁奶奶家蹭糖吃呢，追在人家屁股后面要糖，撵都撵不走。不管以后官做多大，都不能忘本。乡亲们朴实，要善待他们，能帮衬的就帮衬一把，别忘了本儿。父亲放心，我记着的，我永远都是从顾家村走出去的孩子，不会忘本。顾修壮少年状元，才名远扬，圣上对你寄予厚望。入职京银，侍讲东宫是天大的恩典。以后在翰林院当差，好好修书撰文，前途不可限量。学生定当勤勉做事，不负圣恩，也不负大人期许。早就听闻顾修筑策论写得极好，以后共事还请多多指教。真是虎父无犬子啊！有顾先生教导，顾修筑将来必定青出于蓝。从前总以为考中状元就是终点，现在才知道，这不过是仕途的起点。累了吧？快进屋，饭都做好了，都是你爱吃的。第一天正式当差，辛苦不辛苦？恭喜你正式上任翰林院修撰，父亲特意让厨房做了好酒好菜给你庆贺，以后前途不可限量，可别骄傲，继续好好干。谢谢父亲，谢谢母亲，谢谢姐，能有今天全靠你们，没有你们，就没有现在的我。一家人不说谢，以后的路还长，踏踏实实走下去就好。